好，我们现在在美丽的亚庇，超美的沙巴真的是太好了，我这以后要单独做一集。不过大马呀，你看真的是太让人失望了。YouTuber 们怎么样啊？你们这些啊，在马来西亚定居的，拿着2加的，然后这些中国人一天到晚在那里吹啊，说马来西亚适合宜居啊，是。要么就是认知低，要么就是故意隐瞒。哎，这还是客气的啊，因为中文世界里有一句话叫"不是傻就是坏"其实讲的是一个意思。这来自于我以前也有 follow 过的住在澳洲的一位博主最近发的一篇视频他呢说马来西亚太让人失望了列举他最近到大马来考察，走了4个城市，去了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行，而得出的结论，觉得说，大家都说马来西亚最适合居住和移民的国家，说这个结论是不对的本来跟我关系也不大，我觉得人家是一个澳洲的财经类的博主，对吧？是那么人家互相不同的观点也是来自于他们财经类的同行嘛。你发给我这个东西，我一开始是不想看的，我想对我发你事情我也发你了，很好奇就看一看，看到后面就是他觉得说有点意思，不是有点意思，就是说我这是不是全踩坑了？自我怀疑是吧？对。然后他的那个我必须得说他的这个逻辑包括他给的这些例子是会给你一种乍一看觉得五雷轰顶逻辑条线非常清晰，是吧？证据非常充足，本来跟我们关联也不大，但是既然讲了 YouTuber 们不是认知低就是故意隐瞒，我觉得作为生活在这儿。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对大马失望每天分享的都很快乐，快乐到常常被人说是马吹我都无法辩解。因为你正好落在了他在视频片尾所说到的适合在马来西亚生活的2类人当中的其中1类。你现在很会跟我配合了，那就必须让大家看到最后了，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真的马来西亚的观众们应该也是对自己的国家被如何评论是有兴趣的吧？大家不妨去看一看。好，大家好，我叫威廉我们和全家在2023年就来到大马，现在是第4年了第4年呢，看看大马会不会让我们感到失望，在人生的下半场如何展开新的篇章。我的视频点赞率和订阅率确实不高那么请各位帮忙按一下，如果不好的话呢再收回，好不好今天是在大马的1170几天，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里面哪些说的是我们认同的，哪些是不认同的，还是基于我们的2大原则，个人的真实的来分析。那我来问一下王太吧王太你比较敏感然后知识储备量也特别高不敢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位博主呢他说刚刚大马到了吉隆坡他到了吉隆坡机场刚刚下来就闻到劣质的男士香水和一些人身上过期变质的味道，这点你认同吗？老实说，我们在马来西亚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不论是在机场还是在我们家附近这些电梯间里狭小的空间，我真的没有闻到所说的它这种味道，令人不悦的味道。我是可以闻到，我很诧异。我其实可以闻到有一些人他们是重体力劳动者，他们身上是有些汗味的，但我呢不觉得会让我不悦，我更不懂什么叫一些人身上过期变质的味道，是身上有食物过期变质了呢，还是说人也是有一个保质期的，人过期了变质了这个味道，或者说会是讲说有一些的香水的气息比较重嘛？因为我也注意到好像有一些有族的男士们喜欢用一些这个味道比较浓烈的香水也许这不是他用惯的那些清淡调的。对，不过我觉得很好闻我经常想问别人这个香水是哪里买的，因为我经常会闻到几种类似香型的香水。我必须要说他这种思维下面是不是隐藏了另外一种歧视，因为有一种说法在中国至少我听到很多他们会说这种东南亚人身上的体味很重所以要用很重的香水去掩盖然后我以前参加过一些文化课程的培训，才知道说其实在东南亚国家男士用香水是一种礼貌礼仪。对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嘛，对吧？你个人是无法改变的，就像有些人他不能嘲笑我的光头对吧？但是呢我如果为此做出一些努力，我们好好的来做节目，这是我个人是可以改变那么这是一点，我们就算是不解吧。第二点他说刚刚出机场就咳嗽起来了，空气非常不好这一查呢，吉隆坡的
空气的 PM2.5 啊是22.5微克，是世卫组织的5倍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啊，基本属实。那么你可能我们也没在发达国家生活过20年哈，这一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一个机场就咳嗽，好像还没有，就有点像科幻片里面刚刚登陆这个某一个星球，突然感觉浑身不适的这种感觉。我想他可能没有在这种雾霾这种季节啊，来到中国的北方机场啊，北京啊、郑州啊、天津啊，然后也没有去过像我们上海的 PM 爆表的时候的上海的机场，甚至地铁里面，我告诉你，在地铁里面我也咳嗽不止。所以我想我们这种金刚肺啊，就来到马来西亚，不得不说，这3年来我们仔细观察它的空气质量趋势啊，确实是有所下降。尤其是你在一些传统的烧8月，我们也是关注 IQ Air 这样一个国际权威的空气指数，确实在那段时间空气质量令人担忧。但是它的这个担忧程度，比起我们在上海经历过的这些，我觉得是不值一提。是，因为呢，我看了一下啊，世卫组织确实说是5微克。而他所生活的澳大利亚呢，确实是挺好的，哪怕像悉尼这样的大城市啊，也是在5微克附近，5点几微克啊。澳大利亚其他地方还有4点几微克的。那全马呢，平均啊是比较高，但我想知道，吉隆坡不代表整个马来西亚，吉隆坡是5倍，是20几。那你像你讲的，在上海啊，这个冬天啊，你整个冬天那么长，几个月，常常是。不说爆表吧，但也是处于几百微克的这种水平啊，对吧？但是整个马来西亚它也有空气全年都非常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东马，对吧？东马什么古晋啊，什么沙巴呀、亚庇啊，山打根啊，他们永远都是很好的，永远都是20、30。我查了一下，现在大概平均啊，沙巴是10几微克，差不多也是世卫组织的3倍，但比大马平均呢好一点。不过我觉得问题真正的是来自于什么？就是跟谁比？我们来大马也是因为和在上海，我想有些人在北京，那么他们是苦空气质量差久矣，就全年可能都是那么差，大家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了。才会来，对吧？所以这个呢，我觉得部分认同吧。那生活在澳洲啊，肯定是挺好的啊。这个一出机场就咳嗽，我有点不理解啊。但我觉得他讲空气质量总体在不算特别好，我觉得部分认同的啊。那第3个，他觉得吉隆坡机场的位置啊不太好，就是不太容易走出来找到打车的地方，这你认同吗？我觉得我很好找啊。已经不知道好多少了，上海的浦东机场那才叫不太好找，而且很长啊，那段路走15分钟，走得特别绝望啊。浦东机场下来啊，你看刚到吉隆坡机场，那是我们人生第一次来，3个人提着11个行李，500磅的东西，基本上也是很顺利的就找到。所以我就不懂这个到底认知是哪里出问题了，还是？而且我觉得吉隆坡的机场它的规模，它虽然是比较小，但是我觉得它对我们搬着很多行李要去打车的乘客来说，在电梯设置方面是要比浦东机场好得多的。对，它的 transition 的速度，可能说它的效率啊，在世界上不是那么领先的，但是不要忘了，它是一个世界上吞吐量前几的这样的一个机场，这么大的机场，这么快可以走出来，而且它旁边的电和指引的人性化和 design 的水平，我觉得都是比较高的。这个我们就算是不太认同。好，再来，他说在酒店啊，刚到酒店出门就发现哇，好热啊，非常热，就是说这个天气啊，非常让人不舒适。这你认同吗？这个可能在中午过后的1、2点钟，确实是这个样子哦，太阳非常的烧。我也觉得啊，就是说如果没有来过马来西亚，或者没有在马来西亚常住的人，可能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啊，热带很热，这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那看来这地方天气都不好，就不适合久居了。但是作为我们生活在这里第4年啊，我有点不太认同。是的，我们不认同，尤其是最近我俩开始清晨去进行散步。早上7点不到，一直要到8点半左右，这个就算是有太阳晒在身上，也是非常舒适的，空气非常的凉爽。是，而且晚上在落日前，比方说7点钟落日，那你从6点到之后也有蛮长的时间的。再有呢，如果你去问大马人，他们都会回答你一句话说，我们干嘛要在外面走？谁大马人会在外面去走？他们都会这么说的。开车都有车啊，都有很好的 driveway 大家基本上不会出去走呀。那整个生活模式变了，你不是说要出去暴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吗？对，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去比较过，像上海在盛夏时节，你去一些公共场所的冷气
你会感觉到这根本不是冷气，这就是要温气嘛。对，但是你在上海你在吉隆坡的话，大部分有冷气的地方，只能说这种冷气冷到会让你要想穿上这个夹克衫啊。它是为长袖准备的吗？穿西装准备的啊。是的，是，我觉得室内根本就不热。好的，那么再来一点啊，他说在这4个城市啊玩了这么多天啊，带了2台相机，居然觉得没有值得拍照的，没有发现美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指责有点厉害。我先说吧，我说完全不认同，因为我也是个摄影师啊，我也是拿过奖的摄影师啊，我就不认同。哦，为什么呢？因为啊，我觉得主要是摄影观嘛啊，就是第一个呢，街拍在哪里都可以街拍，但这都是过时的，都是叫1970年代的这种摄影观念。那他如果要发现美的话呢，其实都是100多年前的一个摄影观念了，大家把东西拍得美美的，清朝就有人这样拍了。而现代的摄影，你可能有些人是捕捉当代人的一种状态，有时候呢，你是为了呈现整个城市的精神面貌。就像我就很喜欢像安邦啊、普渡啊，这些地方，它的新和老的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让我感叹时间的流逝。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我觉得处处吉隆坡有它历史的烙印，有它独特的人文气息啊，有太多值得拍的东西了。所以你这也不是瞎吹啊，毕竟对啊，大家看我的帖子嘛，发了那么多，对不对？照片。时不时我们2个走在街头，就想掏出自己的手机，我们还不是相机呢，掏出手机就想停下来要拍2张，按下快门。当代摄影就不是追求美，而是追求真啊！你这个东西呈现出来让大家去看，所以这个作为摄影师的观点，至少我个人是不认同的。我想他可能追求的是街景的精致啊，没有细节到像新加坡那个样子的一尘不染也许是这样。这种照片的话，现在 AI 已经可以很好的生成了啊，但是每个人就是摄影观的差异。好还有一点呢，我相信你肯定是强烈反对的。怎么说？他说OK， 那出去了吧，总找点东西吃吧，发现东西啊都炸得很老，嚼不动，不好吃，像牛肉干。我不知道他去了几家店。阿罗街吗？对，可能是阿罗街有可能。对，磁场街吗？对。OK， 这个无力吐槽吧，都这个可以看我们的这么多节目就好了。是。我以前也听说过一些朋友讲说，吉隆坡它就是所谓的美食荒漠，说马来西亚好吃的都在吉隆坡之外。但是我想吉隆坡可能是因为吃的选择太多了，包括我们毕竟也不是住在吉隆坡，我们是在雪兰莪的。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美食选择是很多的，各种族裔的美食我们都能够尝到。所以很可惜，他可能去的那几家店是不太好的。说了这么多啊，其实还都是在生活面向的啊。其实这位博主他占了50%视频含量的呢，都在讲比较严重的3个问题。第一呢，他和出租车司机聊了以后，然后就得出结论说，大马对华人有非常严重的歧视啊，执行了55年的 NEP 新经济政策。第二呢，他说有对外国人不太友好的税务制度。第三呢，如果你投资买房尤其是买房，那么你比本地人要付出多的代价。这个上面我看总体有些什么感受？我觉得他也许说的都是事实啊，但是我想追问一句，So what？ 我也觉得，如果看上去的事实且不说啊，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错误啊，比方说才6000个人换新加坡护照嘛，我可以说2025年上半年就有这么多了，高净值人群流失16.7%，其实和所谓的人才流失率混为一谈了，而且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有钱的人他们喜欢全世界生活，并且他在东南亚也好，在全球也好，这个数值根本就不算很高啊。那OK， 剩余的即便全部是事实，我觉得这一句 So what 问下去，我就让我们有一种自问，就为什么好像讲的都有一些道理，可是为什么没有影响我们呢？我觉得这才是最奇妙的事情。王太你觉得呢？他觉得主要是吐槽说对外国人收取的各方面的征收的税很高嘛。对如果你买房有印花税、州税，然后你到时候卖了房以后的增值税都特别高比方说以40-50万房子为例的话，等到你全生命周期持有，最后要比本地人多付20几万令吉这看方方面面都不值得来，才会得出视频开头的结论说失望，进而指责 YouTuber 和其他人都是在忽悠。好，你的看法？
看法是我们运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办理2家的时候，我们首先清晰的了解到我们是不能够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所以所谓的马来西亚这个低工资啊，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就是抱定着是来消费的这样一个念头来的，对吧？第二个，我们也不需要买房，而且我们也是以前做过节目，是坚定的不买房族。对，所以这些由于买房，然后投资有收益，然后进行交税，以及工作的你这个工作收入，外国人额外高的这些税率，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没有受到影响。是。继而就是他说的第一点，说这马来人优先的政策，华人是2等公民。我们至少生活了3年，我也问了一下Wilson，我说你有感觉到自己作为华人是被歧视吗？他说没有。我想我们2个也是同样的感受。对，这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事实，对不对？不是说我们听不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而是说我们发现真正生活好的、生活幸福的人，他们都知道怎样面对这个问题。他们相反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善待他们、优待他们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也是我们的顾客、我们的观众，家里面，对吧？对。他告诉我说：“哎，你怎么没有看到国家让我出去读书，还给我各种各样的补助，对吗？”他说：“你看我们一家，我爸爸是士根庄的农民，开垦一片片土地，很不容易。我们家那么多小孩都很好，对，医生啊，什么博士啊，有很多，对吧？其实拿到了很多奖学金补助。SPTM so what？ 他们还可以去台湾念书啊，对啊，在中国很好的学校念书也很多呀，不是有很多的机会吗？对，那你拿着高考的成绩可以轻易的到很多地方念书吗？对，我觉得是这个好像完全不是一回事吧。然后第2个层次就是这些政策对于我们外国人有什么影响呢？对生活啊，其实影响不大。我觉得即便对本地人回到当时其实新经济政策是为了解决马来人普遍知识和经济状况知识水平低、经济状况比较差的一个问题。他们马来人之间的两极分化也很严重。你可以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那么到今天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对整个国家的稳定，对这个作为 majority 的他们民族和整个国家来说，会是一个好事情吗？我觉得也很难说。这么大的政策之所以没有改它其实也在演进过程中的不能简单的看到这个东西就得出歧视，然后说哎，外国人过来住啊，你是华人也有可能受到歧视。至少我们从中国过来，我听着就是哈哈大笑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不仅没有受到歧视，我觉得就算是同胞之间、华人之间，或者说就是对于平等的陌生人之间，他对于你给你的带来的尊重，比起我们在上海，对吧？经常我们所谓上海人排外啊，这样的已经真不知道是好多少倍了。对啊，你看现在政府有这么多的华人部长，然后所有的华人一人都有1票，我觉得这就够了。首先是个公民啊 ，OK， 不要忘了。但至于他如果是和澳洲比啊，我也就不懂，没法说话。是。然后我觉得他这个东西标题上面还有它里面所说的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马来西亚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呀。谈何说要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移民的首选地是一个理想之地？对啊，我这个结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呀。对，到底谁在鼓吹移民？也跟我们说一下是办红卡的那些 agent 一定要告诉我们一下怎么移民干嘛？我们好想移民啊！是。第2家园它一个讲穿的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居留的签证，而且是适合养老消费，而不是让你在这边挣钱工作的呀。是。其实这点呢，我想博主也提了，而且视频最后他也提出了，像大马比较不太适合你过来想要挣钱创业，比较适合你可能是50岁以上想要退休养老，对吧？来纯消费来生活。我觉得其实呢这一点上讲的还是有道理。可是要啪啪打脸的就是他说不适合来这个工作赚钱的，你又会看到我们在中国的社交媒体里面，所谓从中国出海大马那个太吓人了，太多了。那么多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开餐饮的也好，搞中国超市的也好，搞直播的也好，为什么他们都能够宣传马来西亚是一个赚钱的福地呢？可能这就跟我们很多在生活上的感受也是一样，因为在中国可能有更不好的这个相比较之下在马来西亚还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我想恰恰你看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出说大马让人失望呢？是因为好像我们的着重点，我们的发力都还是在生活本身。因为你要生活的话像我们已经无力吐槽的饮食方面，其实是好到
不知道怎样去表扬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同时你在这个社会当然希望感受到人情的温暖和人打交道的开心，这个我想作者怎么从来没有提到呢？是的，他自己在结尾所说的适合在马来西亚生活的2类人嘛，就是在马来西亚就是纯消费的，那我们正好就是符合这一类。我觉得为什么说纯消费在马来西亚生活是非常滋养的，这就是让你感受到像你所说的饮食上的滋养，人际交往当中的滋养，还有这里的相对来说比较低的租房成本，但是能够租到条件非常好的公寓，品质非常好的这种带各种各样辅助设备的这些公寓，这个东西对你人生的这个滋养，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都说小孩要有 gap year， 其实人到中年更需要 gap year。最重要的话呢，除了物理的我们可以呼吸的空气，还有一种加到你心灵之上的是一种整个社会氛围其实我们很享受的是这里比较宽松的社会氛围，可以带来一种心灵上的自由，这也是我们经常强调的。我觉得这个对生活太重要了。对，而且近期我看你参加了一些这个商会，然后在商会里面你会发现说，在马来西亚做生意，它可以切入点非常小，但是你需要保持一些所谓的叫斗志也好，还有就是真正的是用良心做事的话，这些小生意是能够慢慢的可持续的去发展，然后成长变大。对，虽然大家都自称为企业家现在我也是企业家不过呢我就发现你看整个社会在你经商也好，在生活也好，它可以带给你的某些东西是非常 invisible 的，你感受不到的。这我好像突然明白，很多人觉得我们是马吹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认同，根本在于我们的价值观不同。那总结来看呢，我觉得作者有提到一些数据和事实是对的，不过他并不能得出说马来西亚就是让人失望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我觉得主要是第一，生活不只是赚钱投资，再说我们也不买房，我们恰恰就是不买房，我们反复说，对不对？是第二个呢是吉隆坡不是大马，大马有太多很大，有很多的地方选择也很多。对，还有可能是我们见识，我们的起点比较低吧，看和谁比就是我们从中国出来的真是开心的不得了你如果已经有澳洲的身份，像他提到说最好的是发达国家的护照，然后在哪里投资，在哪里呢避税，好像在哪里生活，有一套这样的一个逻辑是最完美的。我觉得哇，那个好累好像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讲穿嘛，我们就是属于钱不多但是钱不多又想过得稍微好一点，换一种生活方式，马来西亚就适合我们。恰恰你看又变成说马来西亚在这样着重生活在我们追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它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居住和生活的国家呀。你说怪不怪？恰恰好像看到的东西差不多，但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孩在这里得到一种滋养，这种滋养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不一定要走大家都认为的那一条所谓的康庄大道，人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在马来西亚我们看到很多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它能够延续这种可能性，将来也许在马来西亚，也许在其他的地方延续它的生命，这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发表各自的看法吧。好，谢谢大家，拜拜。